可能呢，枭龙才是最适合塞尔维亚的。如果购买了歼十 C 这样的高性能战机，北约肯定是很难容忍。如果是枭龙的话呢，就不会过分的刺激北约。相信塞尔维亚会全面衡量、综合论证，最终做出明智的选择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爆兵说。塞尔维亚打算购买新型战斗机，6大选项里面呢有2个是中国造。塞尔维亚购买中国的红旗22防空导弹到位之后呢，立刻进行了公开的展示。看到这一幕啊，我们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感慨，特别是和我同年龄段的网友啊，都看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，唱过啊朋友再见。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美国空军轰炸，也让我们和这个东南欧的小国之间呢有了一种同仇敌忾的共鸣。如今呢，我们能够向塞尔维亚出口先进装备，也算是为这个受苦受难的小兄弟做了点什么，心里还是很高兴的。但是红旗22还不能解决塞尔维亚防空的所有问题。这个国家的航空兵力量已经下滑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。根据外电的报道呢，塞尔维亚现在一共只剩下1个战斗机中队，也就是14架米格29。这种老款的战斗机啊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，都已经不适应现代战争了。塞尔维亚周边国家几乎都已经加入了北约，这14架米格29基本上就是个摆设了。因此，塞尔维亚虽然经济上很困难，也还是在想办法为航空兵部队改善装备。防空导弹的问题解决之后，下一步就应该是要采购新战斗机了。可能的具体的型号选择之中呢，有2种是中国的。塞尔维亚空军呢是继承了南斯拉夫的传统，基本上它的装备体系都是苏式的，所以选择米格35，飞行员改装难度比较小，地勤人员呢也很容易适应。还有一个就是俄罗斯刚刚推出不久的将军轻型战斗机，也有人把它翻译成绝杀这是一种第4代轻型战斗机，有隐身能力的，也有良好的超视距空战能力，唯一的缺点呢就是还没造出来，能不能造出来也还是个未知数。对塞尔维亚来说，这是远水解不了它的近渴。那现在俄罗斯又遭受西方的严厉制裁，塞尔维亚要是敢从俄罗斯进口军火的话，肯定会被美国和西方联合起来欺负，甚至有可能直接出兵打击。还有一种选择呢，就是欧洲的2风，阵风和台风。塞尔维亚总统曾经公开表示打算买法国的阵风，但这也只是一个想法而已。无论阵风还是台风，塞尔维亚可能都买不起，对方也未必肯卖。法国已经成功的向印度尼西亚和希腊推销了阵风，其中给印度的价格是每架 2.5 亿美元，给印尼的价格差不多，给希腊的呢是北约的内部价，大概是 1.5 亿美元一架。塞尔维亚一年的军费开支总共只有11亿美元，想买阵风呢肯定是不现实的。欧洲的台风战机同样是太贵，除了欧洲北约国家之外，只有沙特、科威特和阿曼这种不差钱的准是买了一小部分。塞尔维亚同样买不起，所以一些外国分析人员认为，塞尔维亚很可能会考虑中国的歼十 C 和第3批次的枭龙这2个型号。外媒认为呢，歼十 C 是最适合塞尔维亚需求的型号。首先，中国的出口是不受西方的限制，歼十 C 的航空电子设备几乎已经达到了4代机的标准，而且歼十 C 的维护和运营成本比较低，适合塞尔维亚有限的国防预算。歼十 C 配备的霹雳10、霹雳15导弹比俄罗斯和美国的同类产品还要强大，同时歼十 C 还配备了强大的主动相控阵雷达和头盔瞄准具，即使是次一档的第3批次的枭龙，也可以成为东欧地区最先进的战斗机。而且枭龙的整体框架和米格21有很多的相似之处，发动机和米格29是相同的。塞尔维亚空军如果接收以后，会很快形成战斗力。可能呢，枭龙才是最适合塞尔维亚的。如果购买了歼十 C 这样的高性能战机，北约肯定是很难容忍。如果是枭龙的话呢，就不会过分的刺激北约。相信塞尔维亚会全面衡量、综合论证，最终做出明智的选择。好，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。